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先从今天早上说起，早上一觉醒来，打开行情，发现比特币又从9万跌回到了8万5。打开 X 原来的 Twitter， 有2种声音，一边是欢呼雀跃的空军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抄底了。另外一边呢，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回调，一定会回到10万以上的。但2025年比特币到底会在哪里收场？我感觉大家都非常迷茫。市场上当初喊单15万的那些 KOL 和一些所谓的专家，现在呢集体的沉默。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工具 Polymarket。 你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这张图就是来自 Polymarket 的网页，上面的每一行都是一个价格区间的赌注。比如说2025年底在8万以下，市场给了它64%的概率，冲到10万只有27%，飞到13万更是只有2%。这些数字不是某个专家的预测，也不是某个分析师的观点，而是几百万美元真金白银压住以后的集体的判断。更有意思是，压住跌破8万的池子有220万美元，压住回到10万的池子有148万美元。这些人是真的把钱压上去了，不是嘴上说说，是真金白银啊！这就让我想起1年多前2024年的11月的美国大选，当时所有人都说特朗普和哈里斯势均力敌，谁也说不准。但 Polymarket 在开票前的24小时就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，特朗普胜率67%。最终结果呢，几乎精准的命中。所以今天当比特币下跌，情绪混乱，所有人都在猜都在炒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了这个神工具 Polymarket。而且呢，这引出了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为什么一个让普通人下注的赌博的平台，它的预测的准确度竟然经常超过那些专业的分析师？为什么 CIA、 美国的国务院、华尔街量化基金都在盯着它看？它真的准吗？它会不会被人为的操控？我们到底应该相信 Polymarket 还是相信谁？今天的这期呢，我们就来深度的剖析一下 Polymarket，看看它到底是什么，它凭什么这么准，以及它有没有可能被人为的操控。Polymarket 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先说结论。表面上 Polymarket 就是一个用 USDC 稳定币下注的2元的预测盘，买 Yes 或者是 No， 听起来跟赌大小没有什么区别，但实质上呢，它是一台真相生产的机器。打一个比方，你要预测明天会不会下雨，传统的方式怎么做呢？找气象的专家，让他给你一个预测。看新闻，主持人会说可能会下雨，或者刷社交媒体看看大家怎么说。但这些预测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说错了不用负责任。气象专家预测错了，顶多道个歉；评论员判断失误，下周继续发言；网友瞎猜，反正又不亏钱。Polymarket 呢，完全不同，它让你用真金白银来表达你的观点。什么意思呢？举一个例子，假设 Polymarket 上有一个问题，明天纽约会下雨吗？这个市场里边会下雨 Yes 这张票现在的价格是0.7美元。这0.7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市场现在给会下雨大概70%的概率定价。如果你非常确定会下雨，你就会花0.7美元买一张 Yes 票。如果明天真的下雨了，系统会按1美元兑付，你净赚0.3美元。如果没下雨，这张票直接变成0，你那0.7美元就亏光了。这个机制的关键点在哪儿呢？当只有10几个人下注，这是赌博；但当10万人下注，它就变成了集体智慧。当有100万美元压在结果上，这个就是真金白银投票后的概率。所以 Polymarket 的核心价值其实不是让你来赌博赚钱，表面上98%的人都是来投机赌一把的，但在更高的一层，整个市场在悄悄地生产真实的信息。这个有点像蜜蜂采蜜，单只蜜蜂只是到处在咬花采花粉，但整个蜂群呢生产出了蜂蜜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以太坊的创始人 Vitalik 现在在研究它，美国的国务院在引用它的数据，华尔街量化基金在盯着它的赔率，甚至 CIA 也在关注预测市场。因为这些机构需要的不是某个专家的观点，而是市场的真实的真金白银的预期。那到底是什么人在玩 Polymarket 呢？
参与者的构成其实非常有意思。98%的散户他们在干嘛呢？我觉得特朗普下个月肯定加关税，买 yes 梭哈，这个事儿铁定发生，买 yes all in，凭感觉、凭立场、凭情绪下注，更多是在发泄观点，顺便的赌一把。但还有2%的专业玩家，他们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。第一类是量化的团队，他们用模型去算真实的概率，再拿这个数字和 Polymarket 上的价格进行对比，只要发现市场给的价格明显偏高或者是偏低，就立刻在盘里边买入或者是做空，专门赚中间的错误定价。第二类是套利者，他们一边看 Polymarket 一边盯着其他预测市场，只要发现同一件事在 Polymarket 上赔率偏高，在别的平台上赔率偏低，就这边买多那边卖空，同时下单，锁定一个稳稳的价差。这些套利者在 Polymarket 这里边其实非常关键，后面呢我会专门的去讲一段他们是怎么在套利的同时帮助 Polymarket 防止作弊。第三类是做市商，他们负责挂单接单，让你随时都能够买得到卖得掉，主要赚手续费。再往后呢，还有收集数据的研究机构，在那分析市场的情绪，24小时不睡觉的 AI 量化系统，盯着链上和新闻自动下单，还有用预测市场对冲风险的机构资金，以及把这些数据当民意雷达的媒体和智库。这里呢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，正是因为有98%的赌徒在凭感觉下注，才给了那2%的专业的玩家套利空间，而专业玩家的套利行为呢，又会把价格推向真实的概率。这个就像股票市场，散户追涨杀跌，制造波动，机构呢通过波动来套利，最终价格回归价值。只不过 Polymarket 交易的不是股票，而是未来事件的概率。好的，现在来到最关键和最有意思的地方， Polymarket 竟然比那些专业的分析师还准。为什么呢？核心原因只有一个，这里的观点要付钱。讲个对比，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测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可能有自己的 bias 偏见，他可能有利益立场，他可能拿了 sponsor 的钱，最关键的，预测错了也不会亏钱。分析师说比特币会涨到15万美元，涨了，你看我说对了吧？跌了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，交易所在恶意插针，反正他的工资照发。Polymarket 的预测呢，你压错了你会亏钱，你越自信压的就会越多，亏的就会越惨。你不能够事后改口，你的钱被锁在了区块链的智能合约里边，跑都跑不掉。这种带惩罚机制的观点才是真实的。再打一个比方，假如你要找人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，你会相信谁？ A 评论员在电视上分析，说错了也没关系，下周呢他可以继续讲。 B 1万个赌徒，这些赌徒把自己的钱全压上了，猜错了房租都交不起，谁的预测更可信呢？显然是 B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用真金白银在表达他的真实的判断。 Polymarket 就是把全世界的赌徒聚集起来，这些赌徒里边，有人研究了过去3年的足球的数据，有人呢用 AI 模型分析了10万条的推特，有人调查每个球员的家庭背景，有人建立了复杂的预测模型。这些人不会随便的下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错了他就会亏钱。当有10万个这样的人把他们的真金白银和研究结果汇总到一起，市场的价格就变成了集体智慧的结晶。这个就是为什么 Polymarket 常常比传统的民调更加准确。民调怎么问呢？你会投票给谁？人们可能会怎么样呢？撒谎、社会期望偏差、敷衍，反正不影响自己，不确定，还没想清楚。Polymarket 怎么问？你愿意压多少钱？所以人们会认真的思考，因为要亏钱；深入的研究，因为想赢钱；理性的判断，因为情绪化会亏得更多。接下来呢，说说 Polymarket 是怎么运作的，不会太技术，我尽量用大白话来讲。先说第一个问题，你在 Polymarket 上买 yes 或者是 no， 钱去哪儿了？当你在 Polymarket 上下注，你的钱不是说打给了某个公司，也不是进了某个老板的私人账户，你的钱呢是被锁进了一个叫做数字保险箱里边。这个保险箱其实就是所谓的智能合约，部署在以太坊的2层网络 Polygon 上。
什么意思呢？打一个比方，传统的赌博网站是这个样子的，你把钱充了进去，平台跟你说没事儿，钱在我这放着，赢了我再还你。但问题是，他会不会跑路？会不会偷偷的改赌博的规则？你完全看不见，只能选择相信。Polymarket 上完全不一样，它用智能合约来管钱，更像是一个写死规则的自动售货机。你把钱投进去，后面发生了什么，全按代码里的规则自动执行，谁也插不上手。老板想拿钱走，拿不走，因为钱已经被锁在了程序里边。平台想改规则也改不了，因为规则被写死在代码里边了。甚至 Polymarket 的创始人自己都没有办法动用用户的钱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它去中心化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买入的 yes 或者是 no 价格谁来定的？ Polymarket 用的是一个叫做 AMM 的机制，全称自动做市商。什么意思呢？传统的交易所，比如说股票市场，是人跟人交易，你想卖股票得有人愿意买，你想买股票得有人愿意卖，中间呢有一个系统帮你来撮合。 Polymarket 不一样，它不是让你和另外一个对手盘，而是让你跟一个自动的报价的资金池交易，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自动售货机版的市场。再打一个比方，你去菜市场里边买苹果，传统市场你要找到摊主跟人讨价还价， Polymarket 的 AMM 这里放着一台自动的售货机，上面写着苹果3元一个，你想买就摁一下按钮，苹果自动掉出来。但关键是这个价格会自动的变化，你买的越多，机器就把价格调得越贵。这么多人买，看来苹果要涨价，你卖的越多，机器呢就把价格调得越便宜。这么多人卖，看来苹果要跌价。在 Polymarket 里边也是一样，比如说特朗普会赢这个事件，现在的价格是0.6美元，意思是市场目前给了他60%的胜选概率。如果突然很多人疯狂的买特朗普会赢，价格呢就会从0.6慢慢被拉到0.65、0.7、0.75，说明市场会觉得他赢的概率比60%更高了。反过来，如果大量的资金开始卖出特朗普会赢，价格就会从0.6掉到0.55、0.5。这整个过程都是算法加上资金池自动完成的，没有哪个操盘手在后台转动按钮。第三呢，结果从哪里来？答案是预言机。听起来有点玄乎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现实世界的结果喂给智能合约。专业点来讲呢， Polymarket 用的是 Chainlink 的预言机制，负责把真实的结果提交到区块链上。可以理解成有一群独立的见证人，他们去看 CNN、BBC、路透社等权威媒体的追踪报道，然后呢一起向智能合约说，这次的大选最终的结果是特朗普获胜。如果某个结果存在争议怎么办呢？ Polymarket 上还有一套社区仲裁机制，持有 UMA 代币的用户可以投票来裁决，有点像链上的陪审团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。所以你会发现 Polymarket 的科技含量并不在于你有多炫，而在于它做了一件关键的事情，把过去信任人慢慢的变成了信任代码加公开规则。好的，这里边简单的总结一下 Polymarket 的运作逻辑：第一，资金，你的钱锁在智能合约里边，平台和创始人都不能乱动。第二，定价，用 AMM 自动做事，价格随买卖自动变化，反映市场的概率。第三，结算，事件结束以后，智能合约自动的把钱发给赢家，无需人工。第四，透明度，所有的交易价格结果都记录在区块链上，公开可查。所以对普通用户来讲，你不用懂太多的技术名词，只要知道一点就够了。这是一个你不用担心平台跑不跑路，会不会做假账，会不会赖账不付钱的系统。它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在尽量用技术替代人情式的信任。好的，这个机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终于可以来聊一聊所有人最关心也是最尖锐的问题： Polymarket 会不会被操控？先说结论，理论上可以，现实中很难。为什么说理论上可以呢？因为在机制上，任何人都可以砸钱把概率往上买。你可以这样去干，砸1000万美元疯狂的买特朗普会赢，硬把赔率从60%推高到80%，营造出一种看市场上都觉得他稳赢的这个假象，试图影响选民的信心。听起来很像操控，对吧？
但现实里边想这么玩的人会撞上3堵墙。第一堵墙，操控的代价极其高昂。Polymarket 上主要做的是长期事件的预测，不是那种几分钟一局的短线的盘口。你要把特朗普会赢从60%拉到80%，靠的不是嘴，是钱。你要真金白银的去买 Yes， 这些钱呢会被锁进智能合约里面，要等到事件结束，结果尘埃落定才能够解锁。而且你能买到的只有赔率，你买不到事实的本身。如果最后特朗普没赢，对不起，你砸进去的那1000万就直接归零了，1分钱也拿不回来，没有止损，没有我先出一半的仓位的余地，也没有明天再来拉一波的机会。这和股票拉盘完全不一样，股票你拉上去还能在高位出货给别人接盘 ，Polymarket 你花大价钱买的是一个要么是1，要么是0的结果，一旦输就是满仓爆掉。而且越往上买，每一档的价格都比上一档更贵，成本是越来越陡的往上爬。想要硬控价格，代价呢会呈指数级的上升。第二堵墙，套利者会疯狂的收割你，这个是 Polymarket 上最核心的反操控机制。我们假设一下，市场真实的概率大概是60%，你砸钱硬把价格给推到80%，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？专业的套利者 Quant Traders 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冲过来。在这里你可能会问，他们手里又没有筹码，他怎么套利呢？关键就在这里，在 Polymarket 里边，套利者有2种典型的玩法。第一种，价格回归套利。Polymarket 任何一件事都有2面性 ，Yes 会发生和 No 不会发生，两者的价格加起来理论上接近1美元，中间只差一点手续费和点差。比如说 Yes 的价格0.8美元，等于市场认为有80%的概率发生 ，No 价格0.2美元，市场认为有20%的概率不会发生。当操控者把 Yes 的价格从0.6推到0.8的时候， No 的价格就会从0.4掉到0.2。套利者这个时候会怎么做呢？他们会大量的买入 No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套利者用模型算出来，真实的概率应该是60-40，不是80-20。也就是说 No 应该值0.4美元，现在呢只有0.2，严重低估了。套利者的操作会是这样，当价格是0.2的时候，就疯狂的买入 No。假设套利者投入10万美元买了50万份的 No， 每份0.2美元。当大量的套利者涌入买 No 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 No 的价格会从0.2涨回0.3、0.35、0.4。Yes 的价格呢会从0.8跌回到0.7、0.65、0.6。这个时候套利者就开始获利了。他们从0.2买的 No 现在涨到了0.4，他们可以选择直接卖出，卖出价0.4，买入价0.2，每份赚0.2美元，10万美元投入变成了20万美元，赚10万。套利者根本不需要等到事件结束，他们只需要等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，就可以平仓获利走人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套利，买入低估的资产，等价格回归卖出获利。操控者呢，想要继续推高 Yes 到0.8，那他就要继续的砸钱。但每次他推高，套利者就会在低位买 No， 高位卖 No， 来来回回反复的收割他的钱。操控者在烧钱，维持虚假的价格，套利者在反复的做价格回归交易赚钱。第二种，跨平台无风险的套利。Polymarket 不是唯一的预测市场，还有 Kalshi、Predict IT 等等。假设某一刻 Polymarket 上特朗普会赢被你推高到了0.8， Kalshi 上同一个事件价格还是在0.6， 这个时候呢，套利者会这么干，同时在2个平台建仓，在 Polymarket 上买 No 花0.2美元，在 Kalshi 上买 Yes 花0.6美元，总成本0.8美元。接下来呢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他们都赚钱。如果特朗普赢了 ，Polymarket 的 No 归0，亏0.2；Kalshi 上呢 Yes 赚1美元，净利润1美元减去0.8等于0.2美元。如果特朗普输了 ，Polymarket 的 No 赚1美元，Kalshi 的 Yes 归0，亏0.6美元，净利润等于1减去0.8等于0.2美元。这个叫做无风险的套利，稳赚不赔。只要2个平台价差超过手续费，套利者就会蜂拥而至。他们会在高价平台卖，低价平台买，直到把价格差抹平。
所以总结一下，操控者想要推高价格，套利者有2招对应。第一招，直接在 Polymarket 上买入被低估的 No， 赚概率差价。第二招，跨平台的套利，在高价平台上卖，低价平台上买，锁定利润。套利者不需要提前埋伏，不需要提前持有筹码，你推高的越离谱，套利者越兴奋，他们会像饿狼一样冲过来，把你砸出来的错价一口一口的给吃干净。你以为自己在操控市场，但从套利者的视角去看，你只是在给他们送钱。第三堵墙，事件越大，操控的成本越是天文数字。如果只是一个某个明星会不会离婚这种小盘子，十字深度只有5万美元，操控成本只需要1万到2万美元，可行性有可能。但美国大选、CPI 数据、比特币价格这些大事件，十字深度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，想把价格推高5%，你需要投入上百万美元；想完全操控，你需要上千万或者是过亿的美元。而且呢，结果一旦不如你的预期，你损失全部的本金。专业套利者像狼群一样的盯着你，你的每一笔交易都在链上，所有人都能看得到，操控成本高得离谱，而且几乎一定会亏钱。所以现实是什么呢？ Polymarket 上大事件预测基本不可能被个人或者是小团体操控，除非你是国家级别的资金，愿意亏损几个亿的美元来操控一个最终会暴露真相的预测。但这个有意义吗？完全没有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 Polymarket 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用呢？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，不建议你把它当成一个赚钱工具。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， Polymarket 本质上就是一个高配版的赌场。那98%的参与者长期来看大概率是亏钱离场的，但这个不代表它没有价值。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市场情绪加上概率定价的指标盘。比如说某个政策通过的概率从20%一路涨到了80%，这个往往意味着市场里边的聪明钱已经在提前布局，提前定价了。你可以不下注，但可以盯着这个变化，当成一个额外的风险信号。如果你是一个信息的吃瓜群众，比如说你在纠结比特币到底会不会涨到15万，我的比特币到底会不会涨回来了，意见呢可能会有一大堆， Twitter 吵，群里边吵， KOL 各说各话。这个时候你可以顺手的看一眼 Polymarket， 它不会给你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，但它给的是一群愿意拿真金白银下注的人共同给出的概率判断。它可能依然会错，但往往会比社交媒体里的口水战更接近现实一点。如果你是一个研究者、观察者，那 Polymarket 的价值就更大了。它是一个观察市场真实预期的窗口，比传统的民调更用脚投票，比某些专家访谈更少情绪噪音。因为在这个里边说话的是钱，而不是情绪。钱不会装模作样，钱只有愿赌和不愿赌。所以 Polymarket 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在我看来，它不是一个教你发财的赌场，而是一个用经济激励来榨出真相的社会实验。它在验证一件事儿：当你让每个人为自己的观点付出代价，大部分人会说话更加谨慎，判断更加理性，离真实的概率更近一点。而这种机制呢，未来很可能不会只停留在加密圈里边，完全可以被搬到更多的场合里边去。比如说公司的决策，员工用代币预测项目成败，押对了有奖励，押错了要承担机会成本；科研的预测，学者对实验结果、技术路线下注，用声誉和奖励挂钩，激励更诚实的判断；公共政策，公民对政策效果、经济数据进行预测，通过税收优惠或激励反向收集真实的预期。 Polymarket 可能只是一个起点，它在提醒我们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最不缺的是观点，真正稀缺的是愿意为观点付出代价的人的观点，而这个也许才是未来最有价值的一种信息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如果你对预测市场、加密经济学或者说类似的话题感兴趣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助社，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